喜馬拉雅這種高山崩塌和滑坡，難道就沒辦法防治嗎？大家好，歡迎回到宋说新語。很多朋友在我上一期視頻留言啊，其中有人說呢，傷亡可能已經超過5000人了，哎呀，嚇我一跳，我覺得應該不是真的啊。這個災難發生那天晚上啊，官方通報啊，中方一側失聯是265人啊。那第二天早上8點呢，同一個口岸，數字就變成了558人。那麼一夜之間呢，翻了1倍多。结合对面的尼泊爾啊，就更亂了。官方呢一度說是95人遇難，而到我們做這期的時候 ，CNN 的說法是什麼呢？超過1300人失蹤，其中至少700名是外国人，而且來自大概24個國家。所以你看，95人、558人、1300多啊，這些數字是一天一個樣，甚至1小時一個樣。而且你得明白啊，這個數字往上跳，多數时候並不是又死了更多人，而是搜救队啊。每多打通一個之前失联的村子，每多挖開一段被埋的路，就多找到一批人。換句話說，數字的每次跳動都是我們又多幹清了一點點。它一直在漲的，恰恰說明我們之前一直沒看清。所以今天這期呢，我們就不着急給大家一個最終數字。我想問一個更冷酷的問題，就是說都2026年了啊，這個6202年了，一場災難。為什麼我們連死了多少人都算不清呢？這個答案的第一層其實很 hardcore 的啊，也很殘酷，因為這座山它把數據也一起給埋了。大家可能以為那個數字慢是因為落後窮，不是啊，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呢？這種地形加上這種災難，它會優先摧毀一切產生信息的東西。所以你看這次口岸那邊，建築被泥石流整個蓋住，淤泥呢最後1.5米，大型設備你開不進去，路呢只搶通了300-400米，人要是被埋在幾米厚的這個岩石之下泥石之下，你連失聯確認成遇難你都做不到的，沒有遺體沒法確認，數字就只能這樣掛着。上游河道那裡邊本該報警的水位計，那麼在第一波洪水的作用下都冲毀了，沒了。所以災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弄瞎那雙本該盯着這個災難的眼睛。那當然更有意思的是呢，結合對面尼泊爾那邊就是更好數一些，很殘酷尼泊爾那邊很多遇難者是被洪水一路冲到幾百公里之外的低地，在河滩上被找到的。災難呢，把人從深山冲進平原，殘忍，也因此呢，可見口岸這邊那就是就地深埋了。所以同一個災難，一邊是把人冲太遠一邊呢是把人埋太深。所以這兩種方式都讓數清楚就變得奢望了。所以算不清，首先不是誰的錯，是那座山他贏了。當然這裡還有另一半中方這一側其實是要什麼有什麼的，天上有衛星無人機在頭頂，算力在機房裡邊，是能力一點都不缺。但是我們這些外人看到的都是那個幾乎是不動的數字，那它到底是被那個山給埋住了，還是被別的什麼摁住了呢？是吧？大家心裡想，從外面你分不清，所以這種沉默長得是幾乎一模一樣。那這個問題我們先放着那說起來盯着那麼我最近手上我拍短視頻，大家看到那放着很多一堆這樣的小東西大家看这种各种看的巴掌大的几十塊錢以前就是放到這個廚房水道下面一旦這個地板漏水有積水，就立刻往我手機上報警。這是一個 ESP-S3 的這個芯片，就是為了防止萬一哪天水管鬆了，泡我一櫃子東西我朋友他們家去年泡了35噸水，把樓下2家都給泡了弄得我也挺害怕的。你像這個是陽台上用的這個雷達陽台上用的，這也是這個幾十塊錢。我是怕呢下大雨的時候，陽台這個外邊地漏要是堵了怎麼辦？有树叶子飘過來的，那个陽台如果堵了这個地漏
它这個不是往外流的，它從這管道往下流的。它要堵了的話呢，它就會漫到這個女兒牆很矮的上面，所以防止這個它滲雨，雨水倒灌。所以呢，就裝了一個小小的傳感器，這個咱們到的還沒拆開呢啊，在這兒，看這個濕度傳感器。那人怎麼可能？很多很多這樣的，所以這個水位傳感器很好用的啊 ，ESP32自己手搓的程序，還有插在花盆裡的測土壤的濕度啊，純粹呢就是怕我那幾盆花浇多了淹死，浇少了旱死，是吧？因為我們也經常外出，家裡邊還打着好幾個別的傳感器，像門窗上的門磁啊，一開就提醒，桌角這個溫濕度傳感器。牆屋上的這個煙霧傳感器，剛才看到還有個空氣淨化器的傳感器，這個是空氣淨化器傳感器，這也是，這是老的，就這些小玩意兒很便宜啊，這個幾十塊的小東西，有的幾塊錢，配上手機 APP， 幾分鐘就能裝好，有的焊都不用焊，我們這一代人啊，已經習慣了給身邊的一切呢裝上眼睛，起碼我是這樣的啊，缺乏安全感啊，倒不是說天天忘了鎖鑰匙，因為現在開門都不用鑰匙了，就怕跑水啊、着火是吧、漏電啊。大家發現沒有啊？我們對生活裡邊的這點最小的焦慮，都願意花幾十塊錢、幾百塊錢給它布一個崗、裝一個眼睛，什麼水槽、地漏、花盆啊，全都盯着。我養的花，盆子20塊錢，花15塊錢，傳感器50啊。這時候啊，這麼腦子裡邊就突然冒出一個特別荒誕的這個對比。我們家的陽台它地漏沒堵，我都要裝幾十塊錢的傳感器，24小時盯着。但是啊，一座能在幾十秒裡邊啊帶走幾百人條性命的這個山啊，就在口岸上游15公里、頭頂5000米的這個地方懸着，可能一個傳感器也沒有。我們把眼睛啊都裝在了最不要緊的地方啊，比如說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啊，就能看到成千啊、成百上千的攝像頭，成千上萬那是全部了，对吧？最致命的那座山把它空了，把它留在黑暗裡边了。所以這個不是錢的問題啊，一個花盆傳感器幾十塊錢啊，你買一個好的啊電容式傳感器100多，再加一個 ESP S3 60塊錢是吧？一個水位傳感器就是最貴的就是幾百塊錢，你要把這條溝裡邊上游布滿檢測點啊，幾十個站，撐死幾百萬。而這個口岸啊，一年的貿易額就40多億啊。去年的那場災害7月8號是吧？光中方預撥的這個救災款就1.4個億，所以幾百萬1.4個億跟幾百條人命擺在一起，那到底貴不貴呢？是吧？那到底這是個什麼問題呢？為什麼不裝呢？那麼我們要回答這個，我們就要先搞清楚預警啊到底是跟什麼在賽跑。它其實是在3個時間尺度上同時要贏。那第一個尺度呢是年，提前幾個月幾年把危險源找出來。這個其實跟我們家裡邊這個漏水傳感器是一個道理，誰家裡邊天天泡水泡地板，對吧？但是一旦泡了那就麻煩了。所以我做传感器的时候呢，我对電源要求是特別高的啊，它必須得極其省電啊，我不能常插電源，就是讓用電池扭出電池，能讓它很長時間工作。這個危險源找出來，其實我們是能做得到的啊。那麼國際山地綜合發展中心昨天我們講過，已經給整個喜馬拉雅編了目錄啊，一個 list， 15000條冰川，9000個湖，大約200個潛在的危險冰湖，一個一個的標在圖上。但這次的麻煩在於什麼呢？它不是一個慢慢在漲水的湖，而是一次冰岩的崩塌。湖呢，你可以盯着水位啊，一天天漲，崩塌不行，前一秒還好好的，下一秒它就下來了。第二個尺度呢是小时啊，刚才說的是年，這小时崩塌真正發生的那一刻，能不能立刻抓到？那這兒也有個驚人的事實啊，就這次崩塌其實是被聽見了啊，就是美國地質調查局最初把它記成了一次4.4級的地震，後來啊修正成為一個5.2級的冰川崩塌的信號。地震儀啊
能聽見它，是因為幾百萬噸甚至上億噸的岩冰高速的鏟過河谷啊，會持續的震動大地，發出一種和普通地震不一樣，拖着長尾的這種低頻信號。而全世界的地震台網本來就一直是在記錄這種震動，這個不是孤立啊，科學家也復盤過1994年不丹的那次冰湖的潰決，靠地震信號啊，在洪水抵達100公里之外的村莊之前，整整5個小時就辨認出源頭。也就是說呀，提前預警在物理上是可能的。說到这個被地震儀記下來這個信號啊，那有個問題我得替評論區很多人問出來啊。這次啊是最早公開崩塌坐標、衛星影像，還有那其實是崩塌不是地震這個判斷的，是國外的地震台網，是免費開放的這個歐美衛星，是幾位外國科學家的這個 blog。那有網友問的就很直接，地震預測和衛星不都是中國的強項嗎？那憑什麼讓別人搶先呢？当然我得說句公道話啊，這個不是能力的問題。中國呀有自己的地震台網，有高分啊，還有風雲系列的衛星，有幾十年的這種青藏冰川的監測家底，你搜一下這個論文，海量的啊，論硬件是一點都不缺啊，有些方面還是領先的。真正的差別是什麼呢？在公開。歐美啊，他們那一套呢，這個在地震這個信息幾分鐘就全球可查，衛星數據呢免費默認開放。我們這套數據呢，它走的是內部研判，按口徑來發布這條路。所以為什麼讓別人搶先？答案也許不是我們沒有這個眼睛和設備，而是啊這些眼睛看見的東西啊，默認的是不擺在公眾面前的，就跟默認说14億人大都是壞蛋一樣。不然这個外地遊客來北京都抱怨我再也不來北京了，你搜一下抖音是吧？因為身份證都磨毛了，天天查你啊。那當然我還想說，見識性的另外一半啊，就是眼睛我們都有。那下一步呢，能不能讓中國自己的這個衛星啊、地震儀啊，在崩塌發生前一秒啊，就直接接到下游的那排大巴的喇叭上，巴拉巴拉開始叫，是吧？這才是你強國啊、強項真正該使勁的地方。第3個尺度是秒啊，年、小時、秒。這個秒啊，對吉隆口岸來說，我們看過這個那2段視頻，很慘的。最殘酷的就是那段啊，它離這個崩塌點只有15公里直線距離，洪峰啊，幾十分鐘甚至更快就能趕到。杰莫利的那一次啊，就是這個碎屑前鋒實測速度是每秒25米，按照這個速度啊，15公里也就是10幾分鐘。也就是說呀，哪怕探測是零延遲，報警是全自動，留給口岸的也只有10分鐘。10分鐘啊，是吧？你夠不夠讓幾百人從峽谷底部往上爬到安全的高處呢？大家看到那個很陡的兩邊啊，這麼短的時間，靠人打電話、層層上報、敲門，啪，來洪峰了是吧？根本來不及啊，只能靠機器。有些時候啊，人力是無力的，也是不可靠的。源頭一響，下游的喇叭就會自動叫。那這樣的系統它存在嗎？存在。那它長這樣啊，在湖邊和河道呢裝上自動的水位站，用超聲波或者壓力探頭測水位，數據呢靠手機信號或者1星衛星傳出來。一旦水位異常，下游村鎮的警報器就自動拉響，短信自動群發。那之前啊，就在珠峰腳下的伊瑪扎冰湖啊，2016年就建成了这麼一套系統啊，放低湖面布好傳感器，6個村子裝警報器，沿河呢大概50公里啊，覆蓋短信。所以我反復強調啊，這個不是科幻啊，是別人已經建成跑了快10年的東西，你在拼多多上嚴格來說也是能搓出來的。那這個問題到底出在哪兒呢？為什麼技術存在，人還是沒有跑掉呢？難點啊，我們分幾層来說，是一層比一層難。第一呢，就是最該布點的地方最難布點，危險源是在無人區啊，在5、6千米高，常年冰雪，沒電沒網，沒有人維護的地方。城裡邊布個傳感器那是裝修啊，
那個地方布一個是探險啊，就跟我們說的那個梗一樣，老鼠要給貓裝上鈴鐺啊，最難的工作誰去裝啊，是吧？第二個呢，就是崩塌型比涨水型更難抓。我们前面說過，這個它沒有什麼呢，緩慢蓄水這個過程可供觀察的過程。第三就是誤報，自動水位站的這個東西啊，業內都知道它不太穩，容易誤報。而報警呢是有個魔咒的，你要天天報，次次空，你報到第10次的時候就沒有人在線，沒有人再跑了，這個狼來了說皮了。所以我家裡邊這個地板漏水傳感器，我邊上是放了個攝像頭的啊，盯着地板的啊，有點誇張是吧？第四呢，也就是這次的血症啊，監測網啊會被災害自己摧毀，它最需要在工作的那一刻，恰恰最先被冲毀掉。第五呢，也是最根本的這一層，這是一件幾十年才輪到一次的這個事兒，就我們說家裡邊的水跑水一樣，也可能啊，你家裡邊就不會跑水，那個傳感器永遠也不會響。你讓一個地方啊，為了一场可能幾十年才來一次的災難，常年掏錢供養這麼一套系統，派人爬到5000米去維護，太難了。我弄這個是因為我有興趣啊，我有毛病是吧？那平常啊，年年太平，沒有人願意為一個也許根本就不會來的這個災難來買單。所以地震預警、海嘯預警、火山預警，全都卡在了這一關。不是說造不出來，而是在災難真正發生之前，它永遠排在預算的最後一行。我們把這幾層疊加到一起，是吧？你就懂了。幾十塊錢芯片啊，這些玩意兒，它為什麼就救不了個泥石流呢？到底是什麼意思呢？一個傳感器節點啊，確實便宜，超聲波水位計加太陽能板加衛星或者 LoRa 的通信，一個點成本撐死了幾百塊錢啊，這就是產能過剩的好處啊。反正這個不是招標價格啊，我在家玩的就是這套東西。但是救命系統的成本啊，從來不在這塊板子上，在那堆零件上，它在於什麼呢？你能不能在境外的無人冰川區選到點裝上去？能不能讓它在零下20度啊，沒有人管的地方10年不壞啊？能不能管住誤報，讓人還願意信？以及最後能不能把源頭一響，這個信號真的能在15公里外那排大巴就哇啦哇啦的爆？這個可靠性其實要求很高的，因為時間線太長了。所以講了這麼多的困難啊，不是想大家覺得這事那人怎麼可能？哎呀，而是因為難不代表做不到啊。因為人類啊，在這條路上是有過很多漂亮的成功的，也有過慘痛的失敗啊。那麼我跟大家都講一講，先說成功啊，就這一次啊，主角呢就是中國自己啊。大家不要以為救命一定要靠多高的科技啊，在中國的山區啊，靠它這一套叫群策群防的笨辦法。這個群兩個字一疊加，大家覺得很耳熟是吧？群防群治啊，是什麼敲經驗、課敲經驗啊？不是那個，這個叫群策群防。全國呀查明了27萬處隱患點，安排了26萬名基層的監測員，一個簡易的雨量筒，一雙眼睛，一個大喇叭，雨一到某一個值，坡一有裂縫，就挨家喊人往高處跑啊！那光是2024年上半年，全國就這樣成功的避險了228起，80%以上啊是監測員接到預警之後一家一家喊出來的啊，就我們前面說的這個。那麼還有一個啊，就是九湖和吉隆一模一樣的例子。2024年7月，湖南平江啊，一場200萬立方的山體滑坡啊，我们也介紹過這次事故。那麼前園11戶房屋全被掩埋，還堵出了一個堰塞湖，大家聽着是不是很耳熟啊？那結果呢是完全相反的，因為提前識別，果斷撤離，上面有裂縫嘛，108戶303人一個都沒少。同樣的滑坡，同樣的堰塞湖，一邊是300多人平安的回家了啊，當然新家了，老家沒了啊，一邊是幾百人至今失聯啊，差別呢就在於提前能看見的眼睛，以及能及時的喊出快跑啊，這有這麼個人。但這套笨辦法它有個前提是什麼呢？它只是在有人烟有前兆的這個地方管用，滑坡呢會先裂先變形先響，監測員能看見能聽得見也喊得動人，
湖南那個就是這個山頂上有很大的裂縫在變大。我們再說一個讓全世界借了40年的這個失敗啊，1985年，哥倫比亞的阿爾梅羅啊火山泥流的這個災害圖啊，科學家是提前1個月就畫好了，發下去了。從火山噴發到泥流冲進小鎮，中間還隔着2個小時零21分鐘，足夠把人撤空逃命了。那天晚上呢，真的停電了，通信也中断了。这个当局啊，哥倫比亞當局是遲遲下不了決心，所以2個小時21分鐘啊，就白白被浪費了啊！泥石流就衝進了熟睡的小鎮，23000人被埋。科學沒有缺席，缺席的是我們從我們知道到大家快跑之間的這段路，那根最後的線它沒有接上。決策，吉隆這次啊，偏偏是最難的這一類。前兆呢是藏在15公里外5-6千米高的這個無人區啊，你群走群防那雙眼睛，你根本就夠不着，沒人去5-6千米下溜達啊。這樣的高位遠程的崩塌呀，其實5年前就上演過一次，幾乎一模一樣。2021年的2月，印度的北阿坎德邦的這個傑摩利啊，前面說過是傑摩利，羅蒂峰的北壁啊，有一塊大概2700萬立方米的這個岩冰啊，整體崩塌。我們也給大家看這個衛星圖啊，歷史的衛星圖給大家看一遍。它轉成了碎屑流，沖毀了2座水電站，200多人遇難或者失蹤。當然大多都是水電工人。當初最初也以為啊是冰湖潰決，後來衛星影像才表明呢是冰岩崩塌。這種就是說開始誤判這個成因這一步都和這次一樣。你看我就是說這說不出來，就是一模一樣，連誤判都一樣。這個那次災難之後啊，科學界就寫下的結論是什麼呢？喜馬拉雅的高山監測和開發方式必須重新審視。5年過去了啊，這就是我們標題說的，同一條山脈，同樣的崩塌，同樣被砸的水電站，同樣的追問 ，again 又來了一遍。所以說到這兒呢，我想給你看到此刻正在發生的一幕啊，現在可能都看到這個繼續的信息了。就在現在啊，這場災害的上游又形成了一個新的堰塞湖。水利部也通報啊，蓄水已經接近了200萬立方米，還在漫溢，未來3天還有300萬立方要進來，潰決的風險是很高的。那這回呢，我們就真的盯住它了。救援隊帶着衛星便攜站、無人機、3維激光掃描儀，給這個新壩體建模啊，算它什麼時候可能潰，往下游衝多快。所以你看，這個能力是全在的，但是它也冷冷的證明了一件什麼事呢？我們能在災難發生之後衝上去盯住第2個隱患，但是沒能在災難發生之前把第1個隱患盯住。事後應急啊，我們是世界級的，就跟我們從 E 到 N 一樣，但事前預警那座山上還是空的。所以我們就回到最開始的那個問題啊，這次災難，地球呢其實替我們響了一聲啊，5.2級的那個信號嘛，地震信號，對吧？清清楚楚的被全世界的地震儀都記錄下來了。差的從來不是說探測，差的是沒有人把這一聲傳到或者接到15公里外的這個大巴車上喇叭上。技術啊，這些早就夠便宜了啊！跟大家我這一堆這些零件，10幾塊錢的單片機啊，一個花瓣傳感器幾十塊，甚至可以幾塊錢啊，不太靈了啊！一套救命系統也沒有貴到造不起。所以你看這次救援，運20啊，300多人的專業隊伍，上億的救援救災款，說來就來，一點也不含糊。我們把最頂級的資源幾乎都壓在了災難發生之後，但是那套能讓災難晚一點、小一點的這個系統，本該在災難發生之前就裝在山上。我們是搶險的世界冠軍，它總在預防的起跑線上啊遲到。那我們缺的到底是什麼呢？是錢嗎？是技術嗎？還是回到我們前面這個放下那個問題，有些沉默是那座山造成的啊，山不說話。有些沉默呢，它不是。而他們啊，你知道我說的是誰？他們是一模一樣的，你動不了他，你無能為力啊。
啊。這個問題啊，我是沒有答案的啊，我只知道呢，那座山還在那兒，頭頂上的冰它還在化，而這一次啊發生之後，那麼下一次我們未必還有借口說來不及。那麼今天先在這兒啊，希望失联的人數不要继續擴大，都能被找到。謝謝大家收看，我們下次再見，拜拜。